面包只要加入酵种的那一刻，你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是熬夜还是不熬呢？反正我是熬不了一点。潘纳托尼，我试了一波又一波，才调试好开种的时间、面团的比例、发酵的温度，每一步都要极度接近上班时间，才能在不影响早8晚5的情况下，4天制成这个面包。现在我终于搞定了稳定制作流程，我会把每一天做什么，大概耗时多久，在一个视频里都讲给你。这12分钟里就是我售卖的配方，毫无保留。我店里是有一直在蓄养鲁邦种的，如果你没有，请从波兰种面开始做，做出来的潘纳托尼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也完全不影响好吃。波兰种面把温水、酵母和高筋粉搅拌均匀后，放在30度的发酵箱发酵大约3个小时到至少3倍大。发酵好的波兰种面取出来做一个固体老面。也许你会问，潘纳托尼要这么费劲揉这么多次面吗？怎么说呢？做面包是要有兴趣支撑的，有兴趣在，制作一个完美的潘纳托尼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固体老面揉好，面筋很紧，先包裹住松弛20分钟，松弛过后就很好擀开了，擀长擀薄，折叠卷起。固体老面的发酵力要高于液体老面。潘纳托尼几乎都要靠天然酵母支撑发酵起来的，所以不要节省掉每一个步骤，它的每一次酵种的发酵状态都能预示着下一步是否成功。你也要学会在温度、时间条件都达标后，观察酵种有没有发酵到位，它可以帮助你判断最后是成功还是中途及时止损。固体老面种擀长，紧紧地卷起来。找一个高窄的容器，更容易观察固体面种发酵的高度。这个老面种放在室温发酵1晚上，潘纳托尼第一天的工作量就完成了。第2天早上来上班，面种发酵刚好3倍以上。假如这一步没有发酵到位，建议你从头养一份面种。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酵母的活力不够，去检查酵母。第2天早8点来揉中种面团。把中种面团材料中1半的蛋黄倒入揉面桶，加入冰水和50克养乐多。发好的固体老面取出需要的量，咱们表皮就不要了，取中间蜂窝组织这一部分，加一点新鲜酵母，帮助加快发酵时间，提高成功率。你说不加可以吗？可以。中种面团发酵时间可能要延长1倍。把屏幕上所有食材加进来，开始揉面了。高筋面粉建议选择耐搅拌的面粉，不然打面非常容易因搅拌过头而失败。潘的食材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贵，为避免损失，接下来的打面我会说的非常的细，每个食材投放时间顺序都告诉你。慢速揉到成团，产生面筋，有延展性，可以拉伸出后膜。如图膜的组织细腻，但比较易破，破口有锯齿。这时候面温大概在20度。分3次加入中种面团中另一半冷藏的蛋黄，蛋黄不可以一次全加进来，面团容易吸收不进去，导致搅拌时间拉长，最后搅拌失败。蛋黄放进后搅拌到哑光状态，再加下一次。我的视频虽然很长，但是每一步都是精华，每一句都是重点。相信我即使你站在老师旁边观摩，都不一定有视频简单明了。把蛋黄全部搅匀后，面团的状态可以拉伸出更薄的膜了。慢慢的加入软化好的黄油。这时揉面始终是慢速，我的厨师机一直是3档在搅拌，黄油一块一块有序的慢慢加进来就好了。潘纳托尼中的蛋黄和黄油占比重很大，所以这2样用高品质的。蛋黄选色泽金黄的，成品潘的组织也会金黄有食欲。黄油用淡味发酵黄油，潘的味道也会奶香馥郁，香而不腻。搅打到完全扩展阶段，面膜薄而细腻，比较易破，破口光滑。最终面温不超过24度。高油脂的面团最怕的就是高温，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控制面温。揉好的中种放进合适的容器里，容器要有高度，方便面团发酵时爬升。做好发酵前的标记，中种至少要发到3倍大。早晨8点开始揉面，大概8点半揉好，放在28度发酵箱中发酵大约6小时。每一步的发酵都是有目的的，所以一定要给够温度，发酵充足。这时候我们来准备下一次揉煮面团的其他食材。先做一个卡士达酱，卡士达酱不拘泥做法，煮浓稠就好了，主要当一份淡奶香气浓郁的烫种使用。为什么不直接用烫种面团呢？因为简单的烫种会稀释潘纳托尼浓郁的香气。直接把所有的材料都放进小锅里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就可以先中火，微微沸腾后改小火，然后不停的搅拌，直到卡士达酱煮浓稠，离火放凉。卡士达酱可以一次多做一些，放凉后分小份冷冻，下次还可以用。1颗青柠，1颗橙子，把皮擦细丝，取1半的皮碎和半根香草籽儿或者香草酱，再加上1份晾凉后的卡士达酱，搅拌均匀冷藏。来浸泡果干了。
我们店里的潘纳托尼除了加入经典的橙皮丁和提子干以外呀，我还加入了一部分清淡的柑橘香的柚子丁和象征温暖冬季的草莓干，并且不用泡酒，只用开水浸泡。吴克吉老师的潘纳托尼课中曾说过，酒精可以轻易杀死好不容易活跃起来的酵母菌。我们既然是天然酵种为发酵主力，那么面团中一定不要掺入酒精。果干用开水简单浸泡后，一样果香四溢，一样好吃。开水泡10分钟左右，沥干水分。这4种果干香气各不相同，所以提前混合在一起容易串味儿，请分开冷藏备用。还有一步很重要，把揉面桶中加入煮面团的面粉，提前拿去冷冻，待会儿揉面可以控制面温。如果你还能想到揉面钩，请把它们一起丢到冷冻吧。下午3点前，中种面团发酵好了，可以对比一下标记，至少发了3倍大，并且最高点还在微微鼓起。说明啊，它还有上涨的趋势，发酵力完全可以。拉起来的时候啊，面团不断裂，一整个完全提起，发酵盘里很干净。揉煮面团的第一步，冷冻面粉和中种面团，先混合均匀。中种面团现在大约是26度，所以之前让你把揉面桶以及面粉提前冷冻，要时刻注意面温不可过高。及时用手感知一下桶温，不要等温度过高再补救。桶只要不冷了，马上套冰袋。第一步先揉到8分筋。我们拉开感受一下啊，后膜组织细腻，破口有锯齿，这个状态就可以分3到4次加入冷藏透了的蛋黄。除湿机保持慢速搅拌，加入蛋黄，每一次都是看不到蛋黄再加下一次。中途感觉蛋黄太滑不好吃进面团的时候呀，你可以关机用剪刀剪开面团，手动的加速混合一下。虽然我没有拍手动搅拌的素材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要偷懒，徒增揉面时间，手动配合一下，保证成功率。毕竟成本高，要用心对待的哦。蛋黄全加入后改高速，大概5档。潘的煮面团是比较粘盆的，这个状态没错啊。盯紧了中间的面团，一旦开始抱团，拍打盆壁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取一块判断一下状态，不易粘手，薄膜有延展性，比较易破，破口圆，略有锯齿。面温20度以内，打到这个状态，边搅拌边分次加入砂糖。加料的时候都要保持慢速的搅拌。一边慢速搅拌，一边持续的慢慢加完，继续加黄油。煮面团中的黄油一块一块的加进来。这个黄油要预留一半，先别加完。大概啊还有这么多先不放，一次加太多容易减弱面筋。我把拉伸薄膜的次数可增加了，为了给你们展示各个阶段的面筋。因为揉潘纳托尼真的容易崩溃，我把它分解到位，好给你们吃定心丸。这个过程中我也失败过，所以要不要做你们看着办吧。把冷藏后的香料卡士达酱都加进来，继续慢速搅拌，加入盐。接着慢速搅拌，加入另一半的黄油。这个揉面过程很漫长，面团始终无法完全脱离盆壁，但是你只要观察它的状态，投料时保持慢速揉面，套好冰袋，保证低温，一般没什么问题。看不到黄油之后，改高速再揉5到6分钟。揉好的面团是可以拉伸出一片很大很薄的膜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担心了，因为看状态好像是以前揉过头的吐司面团，但实际上仔细感受，它并不是特别下沉，也不容易断裂，薄膜非常轻盈不粘手，破口圆滑，可以了，很完美的状态了。下面是最后一步啊，把冷藏的果干和巧克力加入，然后慢速搅拌均匀即可。揉面终于完成了，马上要看到成功了。倒出来，先量面温。我的面温有点低，不到22度，低温没关系，低有低的解决办法，但温度太高可不行了。给它放到发酵箱里，28度放置大概1小时。如果你的出面温在24度左右，你就可以把面团直接放在室温25度的环境下发酵1小时。时间到，面团缓慢发酵，温度回到了24度。下一步敲重点啊，是决定面包大气孔很重要的一步。撒粉或抹油防粘，面团倒出来，拉伸大一些。像叠被子一样折叠，折叠是产生大气孔的作弊法，但很好用。放进盒子里，盖盖子保证湿度。这时候大概要下班了，放进冷藏1晚上。
时间就来到了第3天，冷藏里取出来的pan面团不能直接分割啊，黄油量大，现在按一下面团很硬，拿去发酵箱回温1小时，28或者是30度，1小时后再按压一下，表面开始蓬松有弹性，按压有小坑，分割前要到这个状态。面团撒粉防粘倒出来，分割320克一个，面团重量不要照搬啊，你要看你用多大的纸模。我会把我用过的2款纸模的尺寸和入模量都告诉你。哎呀，有我这个教程，你做pan可老省事儿了。如果对你有用，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。分割好的面团折叠2次，滚圆。面团的质地比较绵软，不要大力的滚圆，手掌沾粉，另一只手拿刮板辅助，转着圈往下收。这一次收圆后不要入模，这一次只是预整形，松弛20分钟，然后再来第2次滚圆。慢慢的把面团拿起来，不要强力拉扯，把面团扒拉变形就不好了。再一次收圆，收紧后就可以入模了。纸模用签子戳穿，方便烤好后及时的倒挂。间割开，放在烤盘拿去发酵，温度29度，湿度60%，发酵大约4个半小时吧，最终发到8分满。潘纳托尼面包基本上依靠天然酵种来发酵，气孔非常的不易。发酵好后拿取一定要小心，割10字，小心的把破口扒拉开。放一块世界上最好吃的黄油，入炉烘烤，烤温上下160 20分钟，转上火170，下火180 15到20分钟，上色后出炉。第一个面包啊，记得用温度计量一下中心温度，92度以上就熟透了，可以放心的出炉了。出炉后马上倒挂起来，保证气孔不被地心引力挤压。倒挂1晚上，第2天打包装盒出售收钱，挣钱不易啊！下期见吧，拜拜。